天地落笔，大道所书，是为神文。一字可逆阴阳，一语可镇乾坤。神文大陆，唯有引动天地神文共鸣者，方可沟通文脉，踏上修炼通天之路。太一圣地10年一度收徒大典，规矩如旧。凡能认出神文石碑上的神文，使其显化神文意象者，便可入我圣地门下。快看，是孟家的孟阳公子，和后人血脉了得，这次测试定能拔得头筹。长老，晚辈孟阳想先行测试。阳。这是天阶神文，天降大阳，光耀万里。好啊！居然是天阶神文，不愧是文圣血脉。长老过阅了。先下去吧。下一个。什么情况？神文，天阶，我不过是睡了一觉，怎么就穿越到这种地方了？记忆里，这身体的原主好像是来这太一圣地，找他那个叫林清雪的未婚妻的。这也太玄幻了吧！喂，你看那个土包子，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我听说啊，他就是那个周元跑来找林清雪师姐的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林师姐可是我们圣地的天之娇女，据说早已认出了天阶神文，并且共鸣。岂是她这种连文脉都未开启的凡夫俗子能高攀的？下一位，周元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这就是他们说的神文？开什么玩笑？这不就是汉字吗？你们看那傻子，怕是被神文石碑的威压吓傻了吧？连一个神文都认不出来，就这德行，还敢来圣地丢人现眼？就是，赶紧滚下去吧，别在这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废物终究是废物，还想靠关系攀附林清雪师姐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聒噪，认不认得出是我的事，与你们何干？你一个凡夫俗子还敢嚣张？凡夫俗子，那你们就睁大眼睛看好了。火！经核验，周元引动神文火，品阶属于天地玄黄4阶中的玄阶上品，具备入我太一圣地外门的资格。什么？他居然真的引动了神文共鸣，居然是玄阶上品神文。虽然比不上孟阳公子的天阶品质，但也算不错了。本次收徒测试结果已出，孟阳引动天阶神文阳，天赐卓许直接进入内门，其余合格者皆入外门。恭喜孟阳师兄，天阶神文一步登天啊！内门弟子资源无数，不像我们外门，不知要熬多少年才能出头。既然来都来了，要做就要做到最好。内门的修炼资源不是外门可以比的。好了，测试结束，所有新进弟子随我。长老且慢。
测试还没结束，现在就评判第一，是不是太早了点儿？我没听错吧？一个玄阶神文也敢质疑天阶神文的第一？井底之蛙是天阶和玄阶的差距有多大吗？简直是痴人说梦！周元，侥幸认出一枚神文已是你的运气，切莫目空一切，自取其辱。一个火字入不了内门，那如果我能再认出一枚神文呢？他疯了吧？还想再来一次？他以为神文是大白菜吗？玄阶就是他祖坟冒青烟了，还想挑战孟阳师兄的天阶神文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！周元，休得胡闹！神文石碑蕴含大道至理，强行共鸣第二枚神文，一旦失败，便会遭受大道反噬，轻则修为尽废，重则神魂俱灭，沦为活死人。你莫要自误！长老何必跟一个将死之人废话？能引动一枚玄阶神文，已经是他这废物天大的机缘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这是在自寻死路。等会儿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落得个死无全尸的下场。朕。那是早已失传的上古炼天大阵，还有我圣地传承的顶级杀伐阵图神阶，是我太乙圣地传承了数万年的唯一一枚神阶神文。圣地古籍记载，此神唯有创世祖师与中兴圣主两位盖世人物认出过，今日竟是第3次有人认出。周元，引动神文，朕品阶。神阶！神阶！我竟然在嘲讽一位引动了神阶神文的绝世天骄！周元师兄，不，周元师祖，请收我一拜！我宣布，本次收徒测试，第1名是周元，直接进入内门，享真传弟子待遇。不服！我不服！测试长老，这周元凭什么第一？孟阳这是彻底疯了吧？那可是神阶神文啊！就是孟阳的阳字顶多算是天阶上品，怎么比得上神阶？哼！神阶又如何？他周元不过一个毫无背景、出身卑微的渔民，就算引动了神阶神文，他能发挥出1/1000的威力吗？我孟阳身具文圣血脉，文拜世家传人，我能将神文的力量发挥到极致。一个空有神文的废物，凭什么压我一头？凭什么成为测试第一？孟阳说的也有道理啊。神文师的血脉和传承确实很重要。是啊，神阶神文虽然厉害，但周元一个普通人，没学过专业的运用之法，能发挥什么作用？我看他就是运气好而已，未来成就肯定比不上孟阳公子。文圣血脉，那可是神文大陆最顶尖的血脉之一啊！周元，你不过是一只臭虫，就算让你捡到了神兵利器，你也发挥不出他1/1000的力量。就算你拥有神阶神文，这辈子也永远赶不上我这个文圣后人。孟阳，休得放肆！文圣后人的血脉很厉害吗？你知道你在质疑什么吗？文圣乃是神文大陆的至高强者，文圣血脉自然是大陆顶尖，整片神文大陆能与之媲美的血脉凤毛麟角。你这种凡人懂什么？你这种世代打鱼的臭虫，就该待在肮脏的泥沟里，别妄想凭借一枚神文就翻身。你和我之间的出身差距是天堑，是你这辈子都跨不过去的鸿沟。
你不过是靠着前人的余音，算什么自身的本事？既然你把文圣血脉当成你引以为傲的资本，那我今天就让你亲眼看看什么叫自身的强大，才是真正的强大。笑死我了！就凭你，一个走了狗屎运、侥幸共鸣出一枚镇子，也敢在我最引以为傲的血脉领域说要打败我？你是在痴人说梦！这周元是真疯了，血脉之力是天生的，怎么比？就是，文圣血脉啊，那是站在神文大陆顶点的存在，他一个凡人拿什么吵？我看他是被神阶神文冲昏了头脑，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周元，切莫意气用事。文圣血脉乃是大陆顶尖传承，且不说神文10倍之上根本没有可以激发超越文圣血脉的神文，就算是有，凭你刚刚踏入修行的修为，难道还能共鸣第3枚神文吗？你有神阶神文，稳步修行的话，未来成就也不会太低。可你若强行尝试，只会引火烧身，甚至身死道消。文圣血脉，想要在血脉上压制它，就必须找到比文圣更强的血脉神文。传说中，唯一能与文圣血脉媲美，甚至超越它的，只有那早已绝迹的荒古血脉。代表荒古血脉的字是荒。石碑上没有这个字，那这一枚10分文只是超越了天阶的神阶神文。既然没有，那我就自己创一个出来。喂，废物，你站在那儿发什么呆？要是没那个本事，就赶紧滚下测试台，别在这儿浪费大家的时间，丢人现眼。荒。不可能，这是什么力量？我的文圣血脉，他在哀鸣，他在恐惧。天啊！我的神文力量被禁锢了，这股威压，我感觉我的灵魂都要被碾碎了。天地落笔，大道所书，竟然引动了大道本源的共鸣。这股气息好古老，好霸道，仿佛不属于这个时代。是荒古，是那个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的荒古时代的气息。这枚神文，它书写的是神界。成功了！虽然以我现在的力量，只能刻下半颗，但已经得到了天地大道的认可。这就是我自创的神阶神文。自创神阶神文，这怎么可能？万古以来闻所未闻。是谁在测试台上？启禀圣主，此子名为周远。他先是引动了玄阶神文火字，后又一眼认出了我太一圣地唯一的一枚神阶阵字，最后他更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自创了这半枚神阶荒字。短短片刻，3枚神文在手，创下了万古未有之奇迹。小子，别理他们，入我气宗，老夫收你为亲传弟子。我气宗万年来的神文传承，所有炼器至宝，全部对你无限制开放。粗鄙的抗锤子莽夫，小子，
别听他的，拜入老夫门下，你就是我唯一的真传弟子。老夫亲自为你炼制九转金丹，祝你一路畅通无阻，直达文圣之境。都别争了，周元，入我天玄圣地，你立刻便是圣主亲传，未来这圣主之位就是你的。放屁！他明明更适合我戚宗。哼，老匹夫，你想毁了这万古奇才吗？疯了，都疯了！圣主之位都许诺出来了，这周元一步登天了！这些老家伙，个个都想把我当成奇货可居。太一圣地势大，但圣主心机深沉；气宗丹道虽好，但格局太小。我该如何选择，才能利益最大化？都给本座住口！周元，只要你入我太一圣地，本座即刻册封你为太一圣子，地位仅在本座一人之下。圣地所有资源、功法传承全部向你开放。小哥，与其加入这些道貌岸然的圣地，不若来我魔门。他们能给你的，我都能给你；他们给不了你的，我也能给你。魔道妖女竟敢擅闯我太一圣地，简直是自寻死路！江宇，你这魔门余孽，不在你的老巢里苟延残喘，跑到这里来，是想被我等当场诛杀吗？诸位道友，不必与这魔女废话，我等联手，今日必叫她有来无回！你们这些名门正道，嘴上喊着仁义道德，实则个个都是伪君子。为了利益，什么龌龊事做不出来？就凭你们，也配杀我？小哥，你若是普通的天之骄子，加入这些圣地，或许能有一席之地。可你拥有自创神阶神纹的万古天赋，若是入了这些圣地，这身天赋迟早会被他们巧取豪夺，最终不过是给他人做嫁衣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他们夺走天赋，杀人夺宝。但你跟我走就不一样了，我孤身一人，你若是跟我走，我所有的一切，所有的资源传承，全都可以给你。无人会掣肘你，更无人会觊觎你的天赋。原来如此，是真是假，我一探便知。石皇，江宇说的竟然全是实话。妖言惑众，周元，别被这妖女蛊惑了心智，她是在害你。冥顽不灵，住手！镇压他！我跟你走，我加入魔门。我跟你走，我加入魔门。这是。
好小子，有眼光，没让姐姐我白跑一趟。你竟敢！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周元，加入魔门，便是与我等所有正道圣地为敌，与天下为敌。你将永无宁日。勾结魔道妖人，背叛正道。从今往后，天下之大，再无你的容身之处。你将遭到整个大陆修士的追杀。与天下为敌又如何？有我护着他，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嘴皮子厉害，还是我的剑快。谁敢动他一根头发试试？不行，绝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。他自创神阶神文的一身天赋，必须留在太一圣地。圣主，此子名为周元，是为他的未婚妻林清雪才来参加测试的。那林清雪正是我圣地内门的天才弟子，或许可以让他出面。好，快，速将林清雪给本座叫来。弟子林清雪拜见圣主，拜见各位前辈。林清雪，你的未婚夫周元执迷不悟，竟要叛入魔门。本座现在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只要你能劝说周元，让他放弃魔门，拜入我太一圣地，本座便破格收你为亲传弟子，倾尽圣地所有资源培养你们。请圣主放心，弟子一定能劝回周元。他从小到大最听我的话了。好，本座相信你。这就是林清雪，确实很美，可惜那双眼睛里除了高傲与疏离，再无他物，仿佛天生就该俯视我。哟，这就是你的未婚妻啊？长得倒是不错，就是眼神不太好。周元，别胡闹了，加入太一圣地。由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出面，此事当可了结。早该如此。我拒绝加入太一圣地。我跟他走。什么？他疯了吗？林师姐都亲自来劝了，他来太一圣地不就是为了林师姐吗？怎么现在非要跟一个魔女走？周元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你若是执意投入魔门，从今以后你我恩断义绝，你再也别想见到我。他有我这个善解人意、风情万种的师傅就够了，你一个冷冰冰的傻女人，有什么好的？魔女，你给我闭嘴！给我10年时间，我必重文圣，亲手灭掉你们魔门！不愧是圣地调教出来的好弟子，动不动就要灭人满门。我倒想看看，若是我这徒弟日后崛起，把你们这些眼高于斗的圣地女弟子全都抓来调教一遍，那场面该有多好看！妖言惑众，放肆！没人比我更了解你，你不过是个世代打鱼的凡人，从小到大好吃懒做，不思进取，就算侥幸得了什么神阶神文，也终究是个废物。他们把你当宝，简直是瞎了眼！你喜欢高高在上俯视别人，那我告诉你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们这些所谓的圣地天骄全都匍匐在我脚下。我给过你机会了，下次见面，我会亲手杀了你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师父，我们走。好。本座让你们走了吗？各位，此子心性已堕，竟甘愿与魔道妖人为伙。不错，
他身怀自创神阶神纹的秘密，若是让他带着这等天赋投入魔门，无异于养虎为患。此等祸患，今日必须将他与这魔女一同诛杀于此，以绝后患。好一个以绝后患！为了抢我的天赋，真是连脸都不要了。师傅说的果然没错，你们这些所谓的正道栋梁，不过是一群贪得无厌的伪君子。庶子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结阵，给我拿下！周元，听着，一会儿我会拼尽全力撕开一个口子，你什么都别管，立刻跑，别回头！师傅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家族世代相传的上古神文卷轴，里面记载着真正的神阶传承。你的天赋万古无一，一定能重现它的无上伟力。我掩护你走，等你将来变强了，再来帮我报仇。我不走，要走就一起走。大不了我们一起死在这儿。那是上古神文卷轴，传闻一枚完整的上古神文便可镇压一方气运。这卷轴里竟隐隐有神威波动，此等神物绝不能落在魔女和这个孽障手中。众弟子听令，杀，一个都别放过，卷轴和人全都要留下。走开！师傅！周元，你这个勾结魔道的废物，去死吧！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洗刷你带给我的耻辱。就凭你，滚开！火震！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同时引动两枚神纹？该死，人太多了！周元，小心！找死！住手！都住手！我愿意交出上古神文卷轴，只要你们放周元走。他只是被我迷了心窍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放了他，他身怀神阶神文，又身陷魔道，他日若他屠戮苍生，谁来负责？斩草除根才是正道。你们不过是想要卷轴，却还要给自己立个牌坊。今日我周元若是不死，定要踏平你们这群伪君子的圣地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就一起下地狱吧。周元，记住了，要活下去。10几年前，你们杀我族人，今日我绝不会再看着我身边的人死在面前。我将以毕生修为与神魂为祭，尔等陪葬吧！疯子，
他竟然动用了禁忌神纹，敢燃烧修为和神魂！他这是要拉着我们所有人同归于尽！慌什么？他已是强弩之末，所有人听令，立刻结防御大阵，耗死他！他撑不住了，再加把劲儿！等他耗尽修为，我要亲手将他挫骨扬魂！不，师父不能死，我绝不能让他死。事到如今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这不是我认识的简体字吗？剑来！是什么？祖祠神纹，竟然是失传了千年的祖祠神纹！周元的成长速度太过恐怖，今日若是不杀了他，日后必成心腹大患。杀了他，立刻杀了他！开天门！这是我族卷轴中记载的禁忌杀招，除了先祖，万古以来无人能够施展。师父，退后！这不可能！这是什么力量？神阶，这是真正的神阶神纹，是禁忌领域的力量。不，挡住！所有人拼尽全力挡住他！周元，撑住！师父，别说话，我们走。迟早有一日，我们会踏平几大圣地。追，不能让他们跑了。追，怎么追？我们现在自身难保，再动用灵力，恐怕道基都要毁了。太一圣主，此地之事你自己处理吧，我等需即刻回去闭关疗伤。这绝对不可能！周元他明明只是个世代打鱼的凡体，祖上没有任何文脉符印，怎么可能？他
怎么可能发挥出如此恐怖的神纹力量？这里是师父的魔门驻地，这灵气浓度比太一圣地的主峰还要胜过100倍。师父，师父，你到底怎么样了？你伤得太重了。没用的，周元，我动用了家族的禁忌神纹，献祭。献祭？以自身修为和生命力为祭品，换取超越自身极限的力量。虽然我强行中断了，但我的道基已毁，生机正在飞速流失。别说话，趁我还有一丝意识，将我最后的神纹本源传给你，日后替我报仇。我不准！师父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死的，一定有办法，一定有办法能治好你的伤。傻徒弟，能化解禁忌神纹反噬的，只有传说中具备夺天地造化之力的神阶神纹，而且必须是能组词的神纹才能做到。神阶神纹哪里有？我们去抢过来。大陆上的神阶神纹都由顶尖势力掌控，太一圣地有镇子，我江家传承的是剑子，全都是主攻法的神纹，没有半点治愈之能。唯一的希望是那座超然物外的神纹学府，府中藏有一枚无人能共鸣的神阶神纹，也没人知道它的功效。神纹学府，我们现在就去。想获得共鸣那枚神纹的资格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拿下学府大比第一。可府内天骄个个都是修炼了上百年的怪物，我撑不到那个时候了。周元，答应我。师父，你的仇要你自己亲手报。什么？我有一个办法，不但能帮你续命，还能帮你恢复部分修为。什么办法？你别做傻事。自创神纹。胡闹！周元，你疯了吗？师父，我很清醒。清醒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古往今来，能自创神纹者凤毛麟角，就算创出最低等的黄阶神纹，都足以名动天下，更何况是能化解禁忌反噬的神纹。你上次创出半枚荒字，已是天大的侥幸，这一次稍有不慎，就会被大道之力反噬，落得个神魂俱灭的下场，你懂不懂？我懂。但师父，能创出第一次，就能有第二次，哪怕只有1/1000的希望，我也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去死。我见惯了尔虞我诈，看透了名门正道的虚伪算计，除了父母外，却从未有一个人愿意为我冒这样神魂俱灭的风险。好，我信你。师父，你尽管来，无论是什么后果，我都与你一同承受。师父，盘膝坐好，凝神静气。献祭的反噬是套之生机，阴阳失衡，想要化解，就必须补充生机，重塑阴阳。有了，双修。
这是……师父，我现在教你这2枚神纹的运转之法。此法需阴阳交融，引神纹之力渗透经脉，化解反噬，重塑生机。很困难。等等，你说的阴阳和合，难道是需要男女？你无耻！师父，我早就说了，让你做好心理准备，无论什么后果都没关系。这可是你自己亲口答应的。师父，我不会强迫你，但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信你。师父，凝神，催动神纹。这怎么可能？那股不断啃噬我生命力的反噬之力，竟然被压制了大半。经脉，我的经脉正在被一股温和的生机之力修复，自己枯竭的修为竟恢复了2成，身体更是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师父，等等，这剧本不对啊！前一刻还羞愤欲绝的师父，怎么变得这么主动了？这些你都拿去用，不够我再想办法。这就是荒古世家的底蕴吗？丝毫不弱于那些顶级圣地。师父，我这次真是抱对大腿了。油嘴滑舌，快修炼吧！你根基尚浅，正好借此机会稳固修为。有了这些资源，再加上双修神纹的辅助，我的实力还能再进一步。不如再创造几枚辅助续修炼的神纹。醍醐灌顶，100倍增幅。这才几日功夫，你就从文途境突破到了文中境，这怎么可能？师父，我说过，相信我。现在，即便是神文学府那些顶尖天骄，我也有一战之力了。这是我江家历代先祖对神文的感悟心得，你拿去参详。这面护心镜是祖传至宝，能替你挡住文皇境强者的一击。还有这些灵晶，在学府里不要省着花。周元，神文学府虽不参与外界纷争，但里面鱼龙混杂，各大圣地的顶尖天骄，荒古世家的传人都在那里，你一定要万事小心。师父，我明白。尤其是太一圣地和孟家的人，他们对你恨之入骨，必定会想尽办法针对你，甚至设下杀局。你自创神文的底牌，万万不能轻易暴露，知道吗？凡事量力而行，切莫逞强。师父，放心吧，我答应你，一定会安然无恙的回来。等我拿到学府第一，取得那枚神阶神纹，就能彻底治好你的伤了。我此去神文学府，少则数月，多则数年。若我走后，太一圣地和孟家的人找上门来，以师父现在的修为，如何抵挡？不行，我必须为他留下万全的后手。周元，起！引隙阵，藏；防御阵，固；杀伐阵，起；聚景阵，开。
这81道连环大阵，即便是文皇境强者亲临，也休想轻易破开。师父，我走了。凡事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瞧瞧这排场，不愧是文脉世家孟家呀！那可不，听说迎娶的可是荒古姬家的神女，新郎官更是孟家百年不遇的天才孟川。孟家，我可是听说了，孟川年纪轻轻就领悟了2种天阶神文，修为早已是文宗巅峰，在孟家年轻一代里说一不二。文宗巅峰，那姬家神女能嫁给他，也算是高攀了吧？这你就不知道了。姬家这次可是下了血本，嫁妆里有他们家族传承了数万年的神阶魂字神文，传闻此神文有生死人肉白骨之效。魂字神文，师父的大道伤痕或许有救了。这枚神文，我必须弄到手。我的天，神阶神文当嫁妆，姬家是疯了吗？那可是镇族之宝啊！唉，没办法，姬往世居北境，常年抵御妖蛮入侵，早就一代不如一代了。如今更是无人能参悟那枚魂字神文，眼看就要守不住疆土，这才出此下策。没错。他们这是用一枚无法动用的神文，换孟家一位未来的文公甚至文圣强者，去为他们镇守北境100年，一场交易罢了。在这热闹之下，怎么暗藏着一股肃杀之气？好奇怪的氛围，2大神文世家联姻，本该是普天同庆，为何要如此小心翼翼，搞得跟防贼一样？莫非是怕有人来结亲？这点戒备还拦不住我。引！孟家是文圣世家，府内戒备竟如此森严，远超寻常。看来孟川所图不小，必定隐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。那里气息最是隐晦驳杂，似乎有阵法遮掩。有古怪，但论阵法可挡不住我。巴图首领，这次你们妖蛮可是大获全胜啊！姬家那个号称北境之枪的姬长风，这次怕是没命回来了吧？孟川少主的情报果然精准，姬家那支精锐的布防图，让我们长驱直入，杀得他们片甲不留。那个姬长风已经被我们的大祭司种下了血咒，活不过3日。什么？姬家的布防图是孟川泄露的？镇守北境，抵御妖蛮的姬家将士，竟然是惨死在自己人手中。这就好，姬家一日不倒，我心一日难安。只要再来几次，姬家精锐尽丧，我看他们还拿什么守住北境？到时候整个北境的资源就都是你我2家的。孟川少主果然是干大事的人，不像你们人族那些伪君子，满口仁义道德。放心，只要姬家一倒，我们答应你的好处一样都不会少。我孟家要的可不只是那点好处，我要姬家彻底覆灭，要那姬如雪成为我的炉鼎，更要那枚魂字神文。畜生，真是畜生不如！为了对付姬家，竟不惜勾结异族，出卖自己人，害死万千镇守边疆的修士。此等败类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孟川如此肆无忌惮，不知道整个孟家是否都参与其中。若贸然出手，打草惊蛇，我再想找到魂字神文就难了。孟川处心积虑要对付姬家，甚至不惜用如此卑劣的手段。
如果我将他勾结妖蛮的证据交给姬如雪，他必定会与孟川反目成仇，以此为筹码，或许能换来一个接触魂字神纹的机会。孟川为姬如雪准备的婚房，必定是府内守卫最严密也最华丽的地方。只要找到那里，就能见到姬如雪。都打起精神来，少主吩咐了，今夜的守卫绝不能出任何差错，特别是雪院那边。是啊，听说姬家那位大小姐刚到府上，性子烈得很，可不能让她闹出什么幺蛾子。雪院，应该就是姬如雪的住处了。家族联姻，不过是一场肮脏的交易。孟川想要我姬家的魂字神纹，而家族需要孟家的力量来抵御妖蛮，而我就是这场交易的牺牲品。我死了，对他们又有什么影响？只要神纹还在，只要联盟还在，谁又会真正在意我的死活？只是，真的没有一丝希望了吗？小姐，孟川少爷正在前院陪宾客喝酒呢。您看，您从早上到现在粒米未进，我给您炖了参汤，先喝点暖暖身吧。拿走，我没胃口。小姐，我知道您心里委屈，可人是铁，饭是钢啊。您就算再不喜欢孟川少爷，也得顾着自己的身子不是？小茹，你别说了，我真的什么都吃不下。小姐，您听小茹一句劝，这长夜漫漫的，您要是不吃不喝，身子垮了可怎么撑得住啊？就喝几口好不好？就当是为了小茹。拿来吧。这就对了嘛。小姐您先歇着，我去给您准备些清淡的吃食过来。怎么回事？身体好热，不对劲，是那碗参汤。小茹，她竟然……好难受。你是什么人？竟敢擅闯孟府婚房？这就是传说中高冷如冰的北境神女，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矜持，倒像个玉女？难道传闻有误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深更半夜闯入待嫁新娘的房间，阁下胆子不小啊。重要的是，我有一桩对你我都有利的交易，想跟姬家神女谈一谈。交易？我姬如雪如今已是孟家的准新娘，身无长物，没什么能与你交易的。不，你有。我对你们姬家那枚神阶魂字神纹很感兴趣。你魂字神纹乃我姬家至宝，神阶神纹世间罕见，你有什么东西配与它做交易？不能喝！姬家神女未免太过小气，不过是一口参汤，竟也舍不得让我喝。你这个白痴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现在
该谈谈我的交易筹码了。我刚在孟府的隐秘别院，看到你的未婚夫孟川正在与妖蛮一族密谈。你说什么？孟家是文胜世家，怎么可能勾结妖蛮？哼，文胜世家，正是他孟川暗中泄露了你们姬家的布防图，才让你们姬家在北方战场损兵折将，日渐衰落。这场联姻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。喂，这消息虽然劲爆，但你也不至于用这种眼神看我吧？要？你要什么？你要我？不是吧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，我只是想要神阶神纹而已。啊！这碗汤有毒！我喝的参汤是不是被下了药？你知道为什么不早点提醒我？我警告过你别喝，一个陌生男人深夜闯入我的婚房，我自身都难保。是你自己执意要喝，现在怪得了谁？孟川这个勾结妖蛮、背叛人族的无耻小人，与其被他这种畜生玷污，还不如这个男人虽然来历不明，却揭穿了孟川的阴谋，让我免于跳入火坑。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宁愿选择眼前的这个男人。孟川不但觊觎姬家的神纹，还敢勾结妖蛮，残害忠良，这种畜生也配娶姬家神女？反正我和孟家早已势不两立，既然今天撞上了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结了孟川的狐，既能解了眼前的困局，又能卖姬如雪一个人情，离拿到魂字神纹就更进一步。事情已经发生，多说无益。但你现在应该清楚，孟川绝非良人，这孟府更是龙潭虎穴，你不能再待下去了。你愿不愿意跟我走？我带你离开这桩冰冷的交易。你走吧，我不会跟你走的。为什么？你现在应该很清楚，孟川就是个不择手段的畜生，你留在这里无异于羊入虎口。羊入虎口？我若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跟你走了，才是真正的将整个姬家推入万丈深渊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以为孟川费尽心机，又是下药，又是收买我的贴身侍女，真的只是为了得到我？他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我姬家的魂字神纹。孟川勾结妖蛮，狼子野心，我们姬家绝不能成为他的棋子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必须留下来，我要立刻将孟川勾结妖蛮的消息亲口告知随行的姬家长老。我们必须立刻终止这场联姻，揭穿孟川的阴谋。好，既然你有决断，我不再强求。只是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我有一位至亲，身受了大道重创，命悬一线。我一路追查至此，就是想请求姬家神女能否借姬家的神阶魂字神纹一关，或许只有她能救我至亲的性命。并非我不愿帮你，只是这枚魂字神纹不在我这儿。什么？
此神纹乃是我姬家镇族至宝，由随行而来的姬家长老亲自保管，除非有家主手令，否则任何人，包括我这个神女在内，都没有权利擅自接触。难道真的白来一趟？师父的伤，雪儿，等急了吧？为夫处理了点小事，这就来陪你共度良宵了。今晚就让我们好好享受这新婚之夜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今日你敢擅闯我孟府，染指我的女人，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！死！糟了！孟川的实力是文宗巅峰，又有龙凤双天阶神纹加持，在年轻一代中鲜有敌手。周元虽然也是文宗，可他只有一枚玄阶火字神纹，这怎么可能挡得住？区一个玄阶神纹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？你，还有你身边的这个贱人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狗男女！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他是怎么被我碾成飞灰的！小心！3。这是双神纹，他竟然是火羽3的双神纹师，可即便如此，也敌不过孟川的双天阶神纹啊！哼，没想到你这野狗竟然也是双神纹师，倒是让我高看了一眼。但那又如何？低阶神纹就是低阶神纹，双神纹之间亦有差距。哼哼。哼！第3枚神纹了，怎么可能有人共鸣3枚神纹？不对，这应该是组合神纹。小子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任何花里胡哨的小伎俩都是徒劳。今日我就让你看看，得罪我孟川，染指我女人，究竟是什么下场？是吗？刚好拿你试试我新创的组合神纹。自创组合神纹？你当你是文圣吗？还自创组合神纹？3昧真火。组合神纹，而且是4字的组合神纹。就算你会组合神纹又怎么样？3个黄阶，1个玄阶，你的神纹跟你一样是个垃圾。小子，这点微末的力量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？怎么会是黄阶神纹？这种等级的神纹，就算组合起来，威力也极其有限，怎么可能对抗孟川的天阶龙凤神纹？难道他真的是在故弄玄虚，准备破罐破摔了？不对，虽然几枚神纹都是低阶，但内敛的力量却十分强大。这个男人，或许他真的还有我不知道的后手。小子，闹剧该结束了。既然你这么急着找死，今日我便成全你，送你归西。明。
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的双天阶神纹，怎么可能？低阶神纹的组合，怎么可能击溃我的最强一击？这到底是什么神纹组合？不可能！这绝对不可能！你别过来，孟川，今日这一击，便是对你所作所为的小小惩戒。惩戒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惩戒我？这里是孟府，是我的地盘。来人，护驾！有刺客，快来人啊！你快走，孟家有文黄境的长老在府内，那位长老要是赶到，你就算天赋再高，也绝无生路。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你别管我，今日之事我会替你周旋，你必须马上离开孟府，去神文学府。到了那里，孟家就不敢轻易动你了。姬如雪说的是事实，孟家底蕴深厚，现在的我对上文黄境强者还是有所不足。孟川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我们后会有期。神阶，神阶！长老，你可算来了！有个贼人闯入府里，打伤了我。这股残存的神纹力量。是神阶神纹，而且这气息竟与太一圣地的传承神纹阵字一模一样。长老，就是这个贱人，他和那个刺客里应外合，想要在婚房里谋害我。要不是我修为高深，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那个刺客看打不过我，才用了阵字神纹逃走。孟川，你还要脸吗？收起你那套可笑的谎言！今日之事全是他孟川咎由自取，我姬如雪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嫁给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，更别想从我姬家得到魂字神纹。而且我已经和刚才那个人睡过了，我姬如雪的身子已经是他的了，你孟川不配。贱女人，你敢当众羞辱我，我杀了你！住手！不可鲁莽！长老，姬家的长老还在府上做客，此刻杀了姬如雪，就是与姬家彻底撕破脸皮。我孟家的大计，岂能因你一时的冲动而毁于一旦？与姬家的事情暂且搁置，倒是那个闯入我孟府的年轻人，绝非等闲之辈。能领悟神阶阵字神纹，这份天赋，就算是放眼整个神文学府，也足以名列前三。今日让他从我们眼皮子底下流走，来日必成我孟家心腹大患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刻动身前往神文学府，学府深处藏有一枚无人能解的神秘神纹，若我们能将其掌控，孟家实力将再次飞跃。你也刚好能借机在学府之中将那个小子彻底铲除，以绝后患。贱人，今日之辱，我孟川记下了。等我从神文学府回来，定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没想到他竟然还掌握着一枚神阶阵字神纹，如此妖孽的天赋。若是我能怀上他的孩子，以我的神女血脉，加上他这逆天的天赋，或许真的能诞生一个绝世奇才，助我姬家沉守北境万载岁月。晚辈周元见过唐院长。不必拘礼，
你的事，我早就有所耳闻。晚辈此次前来，只想知道，学府大比究竟何时开启？年轻人，心性还是太急了些。你们这些大陆各地的天骄齐聚于此，大比不过是个过程，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学府深处藏着的那枚神秘神阶神文。院长，我自己等得起，但我有一位至亲身受大道重伤，危在旦夕，唯有那枚神阶神文能救他。他等不起了。人皆有命数，你要逆天改命，就要想好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无论什么代价，我都不惧。神文学府本应是1000年开启一次，而距离上一次仅仅过去了300年。你可知这其中缘由？难道是因为那枚神秘神阶神文？不错，正是因为它，此次学府提前开启，便是因为那枚神阶神文主动释放出了警示的信号。这等异象，学府万载历史上前所未见。神阶神文竟会主动发出信号？天地间的每一枚神阶神文都有其独特妙用，或功法无双，或固若金汤，其奥秘之深，即便是文圣境的强者也未必能探究完全。1个月后，学府大比正式开启，你可要趁着1个月好生精重修为，因为此次大比汇聚的天骄比我预想的要更多，也更妖孽。这么说吧，就连那孟家的传人孟川，在此次的天骄榜上都挤不进前50。无论有多少天骄，无论他们有多妖孽，这第一我拿定了。好，有此心气，才不负你这一身惊世骇俗的天赋。周元，这位是曲柔老师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你的所有修炼事宜都由他全权负责。学生周元，见过曲柔老师。院长放心，我会安排好的。周元，跟我来吧，时间宝贵。院长，那学生就先告退了。去吧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这神文学府也该热闹热闹了。这便是我神文学府的至宝——修炼塔。整座塔由神文石碑铸造而成，任何神文师只要身处塔中，都能大幅提升与自身神文的契合度，领悟神文之力的速度也会倍增。神文石碑铸成的塔，好大的手笔，不愧是大陆第一学府。我仅仅是站在这塔外，体内的神文都开始隐隐躁动。当然，想要进入修炼塔也不是没有条件的。哦，还请老师明示。学府所有弟子都可以进入修炼塔修炼，但根据修炼的时长，需要缴纳对应数量的灵晶。简单来说，这里是个付费修炼的场所。原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怎么，灵晶不够？多谢老师关心。临行前，家中长辈给的盘缠还算充足，支撑在塔中修炼1个月，绰绰有余。那就好，我带你进去。塔中此刻有不少学府的天骄正在闭关，他们都是此次大比你最强劲的对手，每一个人都来自大陆顶尖的世家或宗门，天赋信性皆是上上之选。学生明白。进去之后少说话，多修炼。
若是能有机会与他们切磋交流，对你也大有裨益。一个月之后，我定要让所有人都记住我周元的名字。曲柔老师，曲柔老师，你们兄妹也准备今日入塔闭关？是老师，大比在即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周元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两位是荒古家族穆家的当代天骄，兄长穆战，妹妹穆婉儿。他们年纪轻轻便已突破至文尊境，在咱们学府中也是当之无愧的顶尖人物。在下周元，见过穆战兄、婉儿姑娘。这位是周元，我们学府此次的特招生。特招生？特招生？在下周元，见过穆战兄、婉儿姑娘。我听说，只有能领悟并开启神阶神文的天才，才有资格成为特招生。周元，你真的，你究竟认出了哪一枚神阶神文啊？婉儿，休得无礼！周兄，舍妹年幼无知，口无遮拦，还请你不要见怪。每一位神阶神文都是神文师最核心的秘密，他不该如此冒昧打探。对不起啊，我就是太好奇了。无妨，穆战兄言重了，此事也算不得什么天大的秘密。我所领悟的是太一圣地的传承神文镇字。太一圣地，传说中能构建空间传送的神阶镇字。天哪，那可是世间最顶尖的神文之一，难怪你能成为特招生。周元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我叫穆婉儿，你叫我婉儿就行。既然大家都要进塔修炼，不如我们结伴同行吧，正好也能互相照应。婉儿说的对，周兄，塔内修炼环境复杂，多一人便多一分照应。若你不嫌弃，我们兄妹愿与你同行。好，那这一个月就有劳二位了。太好啦！走，我们快进去吧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神阶镇字的威力了。请。这里面很大，而且灵力好浓郁，比外界强了不止10倍。不愧是神文学府的修炼圣地，你看那些天骄，每个人领悟的神文都气息不凡。婉儿，我们找个角落，切记不可高声喧哗，打扰他人。知道了。周元兄，这里是我们的此前专门划分出来的僻静宝地，你跟我们一起吧。1个月时间宝贵，就尽量不要去跟其他天骄争夺地盘，浪费时间了。好。剑、火，甚至还有神阶、镇字，我所掌握的神文虽多，却博而不精，每一个都只是浅尝辄止，并未真正钻研到极致。血脉可以最大程度激发神文的力量，上次那半枚自创的荒字神文并不完整，力量始终受限，无法真正觉醒。这修炼塔能大幅提升与神文的契合度，正是我完善荒字、彻底激活荒古血脉的绝佳时机。自创神阶神文，九死一生。那半枚荒字就险些让我身死道消，要补全另一半，凶险只会更大。为了变强，为了救江宇，再大的风险我也必须闯。这1个月我不修其他，只为完善荒字神文。
哥哥，周元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都1个月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这股气息好吓人。周兄吉人自有天相，只是他这修炼的动静确实太过诡异了。快看那边，那不是新生考核第1的周元吗？他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他坐那1个月了，就这副样子，身上那股灰气看着就让人发毛。哟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周元吗？怎么1个月不见就变成这副半死不活的模样了？孟川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胡说？你们自己没长眼睛吗？看他周身这股死气，分明就是锤炼神纹失败、走火入魔的征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这股气息正在不断吞噬他的生机，我看啊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被吸成人干。今日就是他生死道消之日。孟川师兄说的有道理，这气息确实邪门，充满了死寂，完全不像是修炼该有的样子。唉，可惜了，听说他在还共鸣了神阶阵子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要陨落了。段兄，你拥有天阶神纹瞳，更领悟了组合神纹，能洞察万物本源。你能看出周元究竟是何状况吗？好。怎么样？他是不是已经生机断绝，死定了？看不透，看不透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周身竟有天地大道交织环绕，形成了一道我无法看穿的屏障。我只能勉强感知到，那股灰色的气息是一种浓郁到极致的荒古气息。那股气息触之即衰，仿佛能吞噬世间一切生机。幸亏坐有这座修炼塔的力量在压制，这股气息才没有外泄，否则别说我们，恐怕整个神文学府都要被这股荒气侵袭，化为一片死地。连断天涯的桐树都看不透，这股气息真的能侵蚀一切生机，太可怕了！那我们站在这里，岂不是很危险？危言耸听，一派胡言！他分明就是走火入魔，休想吓唬我！那你为何不敢上前一步？动了！你们快看，周元的手指动了一下。这是在勾勒神纹？难道他是在自创神纹？什么等阶的神纹，力量如此恐怖？故弄玄虚，不过是回光返照、垂死挣扎罢了。我看他还能翻出什么浪花！这是什么力量？好可怕的威压！塔内发生何事？是周元，他还在塔内，被一股死气萦绕。天地落笔，大道所书，是他自创的那枚神阶神纹，他竟然把这枚神阶神纹彻底完善了。自创神阶神纹，神阶神纹，这是自行开创了一脉啊！他真的成功了，在如此狂暴的气息中，不仅没死，反而将这枚神纹彻底完善了。走吧。周元在塔内自创神阶神纹，此乃惊天动地之举，你们都暂时不要进修炼塔。
自创神纹，还是神阶，这是什么妖怪？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创出神阶神纹？大陆上天骄奇才何其多，这个时代能有人自创神阶神纹，足以说明这是一个璀璨的时代。慌！那是什么？天降异象？这是什么？是荒古世界的映照，周元彻底成功了。自创神阶神纹，引动天地共鸣。我们和他真的是同一辈人吗？我认出天阶神纹时，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是千年不遇的天才，现在看来，简直是个笑话。这就是文尊境的力量吗？血脉也重塑好了，我感觉现在就是面对文皇境强者也完全不惧了。你把自创的神纹刻在了神文学府的修炼塔上。周元，你简直是个妖怪！好，很好。周元，我很期待你接下来表现。院长，难道是要开启大比了吗？周元既已苏醒，那便趁此机会，我宣布，神文学府大比正式开启。终于要开始了吗？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。这次大比，我就不争第一了，但前3甲我一定要拿到。这就是学府的大比擂台。本次学府开启的时间特殊，神阶神文发出警示，天下风云将变。因此，本次学府大比的规则也将做出更改。本次大比采用阳蛊之法。阳蛊？所有参赛弟子齐上擂台，无需分组，无需对决，直至最后一人。最后一个还站在这座擂台上的人，便是本次学府大比的第1名。混战，所有人一起上，决出最后一个人。我没听错吧？阳蛊，所有人一起上。这规则也太离谱了，这不成了一场大乱斗吗？都是我的敌人。这岂不是这里的所有人？周元完善了自创的神阶神纹，又当场突破文尊境，他的实力深不可测。不错，若是单打独斗，我们之中恐怕无人是他的对手。
不是吧？这开局就是举世皆敌的局面，也太看得起我了。周元，对不住了，你太强大了，我们单打独斗根本不是你的对手，所以我们只能联手，准备接受我们的群殴吧。周元兄，规则如此，今日之战，我们不会留手，还望你海涵。周元，虽然是联手，但这也是大比的规则。拿出你的全部实力，让我们看看神阶神纹的创造者究竟有多强。举世皆敌又如何？不过是他前行路上的一道小小障碍。我周元何惧之有？既然各位都准备好了，来吧。既然如此，那便战吧！木印进法！这禁法竟然有压制神纹力量的效果，但可惜，我的神纹等阶是最高。剑尘，这怎么可能？别去，他太强了，我们必须一起上，全力攻击。神纹组合，破妄之瞳，大家一起上！我就不信他能挡住我们所有人。没错，神纹双，神纹玉。打得越激烈越好。周元，等你力竭之时，就是我孟川一雪前耻，夺取大比第一的时刻。大家一起上，别给他喘息的机会！我就不信他一个人能挡住我们这么多人的攻击！就是大陆上的天骄吗？不够尽兴啊！好强的瞳术，看来这段天涯倒还有几分本事。现在该换我了。好强的控制力，攻防转换竟只在一念之间。神纹爱，看不见了，周元那家伙在哪里？神纹组合，光明之瞳。你再强，也想不到我会从你的背后出手吧？
周元，给我死！怎么可能？早就防着你，死不悔改，那就没必要继续留着你了。大荒池，不可能！我的龙凤神纹天赋怎么会消失了？你究竟对我做了什么？我的修为在消散。不，滚开！给我滚开！孟川，周元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勾结妖蛮，出卖姬家布防图，导致北境长城失守，数万将士、数十万百姓惨死在妖蛮铁蹄之下，犯下滔天罪行。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我错了，周元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看在同为学府弟子的份上，饶我一命。我孟家，对，我孟家愿意给你无尽的资源，神功秘法、天才地宝，只要你开口，我什么都给你。求你放过我，连我孟家带的神阶神纹也可以，求求你放了我。晚了。那些枉死的人在等着你。不！死了？孟川就这么化成灰了？什么？他真的敢当着所有人的面杀了孟川？这可是孟家的人啊！周元，我知道，你们联手围攻我，不过是为了学府奖励的神阶神纹。我与孟川虽有私怨，但杀他更多是因公愤。但是，这第一，我不会让。恕我无礼了。这股威压，我感觉我的神纹快要被压碎了。三枚神阶神纹，他竟然真的能同时催动3枚神阶神纹啊！这还是人吗？各位，如今已经退无可退，如果你们想得到神阶神纹，就必须过了周元这关。他再强也只是一个人，我们这么多人难道连最后一搏的勇气都没有吗？唯有合力一击才有胜算，大家摒弃前嫌，全力出手。事到如今只能拼了，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。拼了！神纹，开天之头，周元，接我们这最后一击，杀！那就结束吧，一剑开天门。结束了，我们终究是输了。本次学府大比结束。
我们所有人加起来，连他的一招都接不住。这就是他的真正实力吗？强的像个怪物。我宣布，本次神文学府大比最终获胜者，荣获第一的是周元。周元，你赢了，我们输得心服口服。技不如人，我们心服口服。周元，你实在太厉害了！以后若是有机会去我们南疆，一定要来穆家做客，我们兄妹请你喝酒。一定。周元兄若来东海，我段天涯摆上宴席相迎。还有我们张家，周元兄若去青州，一定要来我们李家，我们定当扫榻相迎。还有我欧阳家，还有我王家，还有我宋家。各位的好意，周元心领了。他日若有机会，定当上门叨扰。好，那我们就此别过。此次大比之后，我等也要返回家族潜心修炼，希望日后能有追上你脚步的一天。后会有期。唐院长，我已拿下大比第一，不知何时可以去接触那枚神秘的神阶神纹。恭喜你，如今你已拥有这个资格。那我们现在便随我来吧。原来如此。我说之前在塔中完善荒字神纹时，总感觉塔内深处有一股极其隐晦却强大的力量，能与我的荒字神纹分庭抗礼。那枚神秘的神阶神纹果然就藏在这修炼塔之中。这枚神阶神纹是我神文学府的秘密，一直被封印在修炼塔的塔底深处。封印？天地间的神阶神纹不都是由天地落笔，大道书写在各大载体上吗？正是，只不过它太过神秘。自学府建立以来，从来没有人知道这枚神纹究竟是什么字。就连我以及历代的学府院长对其了解也仅仅是冰山一角。这枚神纹只能用神纹石碑铸造的至宝来镇压，以防止它四处游荡。这枚神纹还真是与众不同。所以我现在将你送入塔底，能不能认出这枚神纹，引动它的力量，就全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院长放心，我势在必得。这里竟然别有洞天，这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和江宇的洞天福地好像。师父，你等着我，我一定要找到救你的办法，这枚或许就是希望。这些笔画，好熟悉的感觉。
命！神阶神纹，这就是让无数天骄都束手无策，连院长都只知冰山一角的神纹。命字神纹，可逆天命，可重塑生命。是了，这才是最强的自愈系神纹，没有什么比它更适合修复江宇的大道伤痕了。江宇，等着我，我来救你了。命！怎么回事？那是神阶神纹，周元他竟然这么快就认出来了。魂黄剑，唐院长，日后学府若有需要，学生必定倾力相助。再会。不可能！师傅，江宇！是师傅的头发。元圣岛。师傅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体内的几枚神纹，除了命字外，竟然都变得暗淡无光。难道这里有什么克制神纹力量的禁忌力量？周元，你终于来了，我们在此恭候多时了。太一、天玄、瑶光，你们这群老匹夫，果然是你们这群卑鄙小人！不就是觊觎我的神阶神纹吗？有本事冲我来，我就站在这里，放了我师父！周元，早知如此，当初何必挣扎呢？直接拜入我门下不就好了？老匹夫，你们都该死！哼哼，
周元，你的天赋当真是万古无一，竟能将那半枚荒字神纹自行补全。这等天资，若是能为我们正道所用，必能造福整个大陆。可惜啊，偏要执迷不悟，与这魔女为伍。如此逆天的天赋，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那就只好让你彻底消失，以绝后患。哼，就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也配谈正道？哼！为了抢夺神纹，不惜用如此下作的手段，设计掳走我的师傅，将他囚禁在这等绝地。就凭你们几个跳梁小丑，也想取我的性命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！我们既然敢引你来，自然是有万全之策。周元，这陨圣岛可是神文大陆的禁地，曾经有不止一位文圣境的顶尖强者踏足此地，最终都落得个身死道消的下场。这岛上的诡异力量，可不是你能抗衡的。当然，你现在也可以转身离开，我们绝不拦你。只不过这魔女身受重伤，又被这陨圣岛的死寂之力日夜侵蚀，怕是马上就得香消玉殒喽。太一圣主，你看，这小子的修为已经跌到文宗境了，正是我们出手的好时机呀！没错，趁他病要他命。再等下去，万一他自创那枚完整的荒字神纹再出什么变故怎么办？此子不死，我心难安，必须立刻将他拿下，夺走神纹。急什么？太一圣主，你这是何意？此等良机，稍纵即逝啊！这陨圣岛的禁忌之力，你们以为就这么简单吗？它会持续不断地削弱踏上龙脊之人的修为，直到将他彻底变成一个废人。我们只需在此静观其变，等他耗尽心力，爬到那魔女的囚笼旁，届时他已是砧板上的鱼肉，任我们宰割。甚好。好，就让他再多活片刻，我要亲眼看着他变成一个废物。师
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再这样下去，你会死的！我只是在利用你，周远！我从来都没有真心教过你什么，我收你为徒，只是想要利用你的天赋，让你替我报仇而已。我是魔女，最擅长蛊惑人心。你别再傻了，快走吧！你别走了，你会死的！你听不懂吗？一日为师，那你就永远是我的师傅。还真是情深意重啊！只可惜，都是些无用的情感。我们精心设计这场局，你们能死在这里，也算对得起你们的天赋了。等他走到陨圣岛顶端囚笼旁，修为怕是要炼制文途境了。到时候，我们不仅能拿下他身上的神阶神纹，还能顺手了结这魔女，永绝后患。两全其美，妙哉妙哉呀！傻子，你这个天底下最大的傻子！这是生命力，怎么可能？我若不装装样子，他们又怎么会让我这么容易走到你身边呢？你刚才全都是装的。我找到了神文学府的神阶神纹，可以彻底治好你的伤了。怎么回事？这陨圣岛号称绝地，禁忌力量浓郁到极致，怎么可能会有如此磅礴的生命力涌现？这不可能！陨圣岛的力量被压制了，这超出了我的认知。他的力量非但没有被削弱，反而更强了。不对劲！文途境、文宗、文尊。我的伤全都好。师傅，现在我带你杀出去。你们想好怎么死了吗？不可能！连文圣都要陨落的陨圣岛，你怎么可能没事？等你死了，我再告诉你。有辱一筹。我不信，你怎么可能活着走出女圣岛？你身上的神纹是我的，我要剥了你的神纹天赋，让你们永镇于此！就这么死了，连神魂都没能逃出来。一招，他只用了一招，这不可能。在陨圣岛里，他怎么可能还有这种力量？
怪物，他是个怪物！跑，快跑！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现在想走，是不是太晚了？既然来了，那就都留下吧。生命神链！不，这是什么力量？放开我！我的生气，我的生命力在流失。周元，饶了我们吧！我愿意将整个天玄圣地的资源全部献给你，求你饶我一命啊！我瑶光圣地也一样，只要您放过我愿为您做牛做马，绝无二心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愿意为您炼制任何丹药，求您了，别杀我！师父，这些人就由你来决定他们的生死。不！爹娘，族人们，我为你们报仇了！我终于为你们报仇了！师父，都结束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以后我会一直护着你，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。发生了什么？师父，这钟声来得蹊跷，我从未听过。糟了，大事不妙！师父，怎么了？这钟声到底是什么？这是北境的钟声，只有在抵御妖蛮的最危急关头才会响起。妖蛮？孟川勾结妖蛮，谋害姬家。难道说3声、4声、5步？9声，竟然是9响。9响又代表着什么？神文大陆的规矩，钟声9响，北境沦陷，意味着妖蛮的攻势前所未有，已经冲破了北境镇守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人族危在旦夕。姬家镇守北境数万年，如今姬如雪，他现在一定身处险境。周元，北境是人族的屏障，我刚刚才为家人报了仇，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更多的人被妖蛮屠戮。我要去北境杀妖。好，我也去。你师父去哪儿，我便去哪儿。北境杀妖，我陪你一起。
好浓的血腥味，看来妖蛮已经打到这里了。这里离姬家不远了，我们得快点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姬家遭了大劫，妖蛮的主力都还没踏足神文长城，姬家神文师就已经损伤大半了。我刚从那边逃回来，亲眼看到姬家弟子死伤大半，神文长城那边也快撑不住了。妖蛮跟疯了一样，数量太多了，根本杀不完啊！姬如雪身为姬家神女，如今定然处境艰难，我们必须马上找到她。师父，我们先去姬家看看。站住！你们是何人？我二人听闻北境有难，特从外域赶来支援。多谢元首，只是如今北境怕是……我找姬家神女姬如雪，烦请通报，就说故人来访。你是我家神女的故人？正是，情况紧急，还请行个方便。原来是神女的朋友，快，二位快请进。神女此刻正在前厅处理族中后事，我这就带你们过去。周远，你怎么会来北境？听闻北境妖蛮破城，特来支援。这位是？我是周元的师傅江宇。二位能来支援，姬家感激不尽。只是如今北境的局势远比想象中危急，妖蛮的攻势太过猛烈，北境的屏障神文长城已经被攻破了。照此下去，整个北境怕是守不住了。神文长城被破，北境荒古家族不是敲响了集结钟声吗？没有神文师来援，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按理来说，几大圣地和文脉世家都有传送大阵直抵北境的，不至于现在还没支援。等他们来援，一切都晚了。我去镇守神文长城，定要将妖蛮拦在长城之外。神文长城，我一个人去。你一个人去？周元，你疯了！神文长城内外如今全是妖蛮，数量何止百万，其中还有不少能和文尊黄境强者抗衡的大妖。你一个人去，那和以卵击石有什么区别？是去送死啊！我会陪他一起去镇守神文长城，杀尽妖蛮。二位大义，姬家铭记于心。
我替北境万万生灵谢过二位。愿二位平安归来。绝不能退！找死！神纹命圈。我的伤，我的灵力，全都恢复了。是人君，是人族的强者来支援我们了。兄弟们，援军已至，杀！将这些杂碎赶出北境！杀！现真！痛快，太痛快了！跟着这位人族强者杀光这帮杂碎。你看城外，那些妖蛮像疯了一样，根本杀不完。那个操控剑阵的人类，他是核心，杀了他！只要杀了他，人族的抵抗就结束了。小的们，随我冲锋，撕碎那个男人！是妖蛮的大将，他们冲着我们人族强者去了，快拦住他们，绝不能让他们得逞！哈哈哈哈哈！来得正好，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你们了。今日便让尔等妖蛮血债血偿，以我之名，因天地之力。天地杀阵，开！这是什么？这个感觉，这些妖蛮消亡后残存的力量，竟然能被黄骨血脉吸收。死了！文皇境巅峰的妖蛮大将，就这么没了。神，这是神迹！文功尽了！天啊，那是什么？禁地里的妖蛮倾巢出动了！我们之前所面对的，竟然只是妖蛮一族不到1/10的数量！不可能！这么多数量，还有更深处的妖蛮始祖出巢，纵使有文圣在世，怕是也要陨落。
妖蛮，倾巢出动了，竟然还有文圣境的始祖！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，我们死定了！太一圣地林清雪携圣地上万神文师来助北境杀妖。东海断天涯携3000神文师来助北境杀妖！哈哈哈哈哈！南疆荒古世家木战木婉儿携800神文师来助北境杀妖。西蜀雷家携1000神文师来助北境杀妖。周兄，这么热闹的场面，杀妖怎么能少了我们？周元，我们来晚了。今日我们便与你并肩作战，荡平妖蛮。徒儿，带大家跟那群妖蛮做个了结吧。杀！这次做个了结！太一圣地弟子听令，引神文诛杀妖邪。来得正好，刚好拿你们试试我最新的自创神文组合——阴阳两仪眼。婉儿，结阵。明白，哥。区文恭敬蝼蚁，也敢阻拦我等，不自量力！能不能拦住，试试便知。不对，还不够，我需要一枚能逆夺造化的神文。究竟是什么？是源，是万物之本，是天地之源，这才是我要创造的神文。我周元的路由我自己走。文圣境，他竟然临阵突破了！今日便让尔等的妖蛮彻底从神文大陆消失。既然你们想要这世界崩塌，那我便如你们所愿。
了，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元神威武，人族万岁！北境之危已解，而我的神文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未来，我要让汉字神文的光辉照耀诸天万界。